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印度散户预期将继续涌入今年的首次公开募股，因新股的大幅收益超过更广泛的市场和海外上市。接下来，新西兰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语调温和，暗示可能早于预期放松货币政策。RBNZ 认为通胀放缓，货币政策收紧程度将缓和。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可能收缩。央行重点转向通胀目标，市场预期今年将多次降息，最早可能在8月开始。下面这条，受房地产低迷影响，万科预警上半年巨亏，预计亏损70至90亿元。该公司为减少库存和增加现金流而降价促销，导致利润率受挤压。此外，万科表示已安排今年下半年到期的境内债券的还款。本期的境外债券无到期。接下来，加州快餐业时薪上调至每小时20美元，导致劳动力成本激增，许多餐厅被迫减少员工或提高价格以维持经营。目前尚不确定该法律的长期影响，但短期内该行业仍在增加就业机会。接下来，日经225指数再创纪录高位，收于41831.99点，涨幅 0.6%。受华尔街涨势影响，该指数连创新高。下面这条，台积电公布第2季度营收强劲增长，轻松超过市场预期，得益于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激增。下面这条，石油价格小幅下跌，因对中国需求和美联储降息时间表的持续不确定性盖过了美国库存再次减少的迹象。下一条，微软和苹果已退出 OpenAI 董事会观察员席位。原因是监管机构对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审查日益严格。欧洲和美国正在对微软与 OpenAI 的关系进行反垄断调查。接下来，百度股价大涨，看涨期权交易量创纪录，因其 Apollo Go 自动驾驶出租车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百度投资生成式 AI 和自动驾驶以多元化其业务，因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广告收入。让我们关注。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标普500指数上涨6至12个月，主要原因包括企业对人工智能的大量资本支出和对低碳能源需求的增长。让我们关注。摩根大通上调比亚迪价格目标超 80%， 预计未来2年全球销量将增至600万辆。接下来，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迄今上涨 17%， 但涨幅主要归功于少数股票，包括 NVIDIA。而其他公司的收益增长和股东回报较为平缓。预计即将到来的第2季度财报季将为大多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结束收益衰退，其中科技和通信服务行业收益增长将领先。接下来，分析人士认为特斯拉的能源业务潜力巨大，使其超越汽车制造商的定位。第2季度，特斯拉部署了创纪录的 9.4 GWh 电池储能，同比增长1倍。其能源业务毛利率高达 24.6%， 且毛利率不断提升，成为特斯拉股票的上涨催化剂之一。让我们关注。美股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降息希望提振，接近历史高点。标普500期货上涨约 0.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持平，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 0.3%。 市场预期降息支撑股市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消费者通胀报告仍是关键考验。最后一条，美国大型银行股今年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投资者信心即将接受考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将于本周五公布其第2季度业绩，拉开美国银行业另一个财报季序幕。美国银行将于下周2公布业绩。自1月份以来，这4家美国最大的银行的股价均上涨了 20% 以上。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这一表现也大约是追踪更广泛行业表现的 KBW 纳斯达克银行指数的涨幅的2倍。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